队长，说话，跟我走，快！你把兵器给丢掉，跟着，上来，别动。阿兰，上船，火船，快划！苏贝路，别这，救我！跟着，快点，快点划，快！兄弟，我看你打扮，你也是21世纪的，我们是同乡。闭嘴，快划！往那儿，宝物里面，快！快点，你再快一点！哎呀，我跟你一块儿吧，你去后面。小心啊！我去前面看。你不要紧张啊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是古人吗？我是，但他不是。那你们为什么要一起离开？我们在天光墟相遇，只是总有一日，我们要回到各自的时代，天各一方，所以我们才想着寻找一起离开天光墟的方法。你别和他说那么多，我们就在这儿停。待会儿等我们从浓雾里离开了，你就自己划回去。通过浓雾，你们就能离开？一定能的。他们说忘川河上的浓雾就是出口。阿峰，如果我们不能一起离开呢？不会的，我们一定会一起离开。可是离开天光墟，如果你来到我的时代，永远和你的父母亲人分离，你会开心吗？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会开心。而且说真的，我在我这个时代也什么都没有，我愿意去到你的时代。可这对你太不公平了。想不到，竟然是一段爱情故事。浓雾，快划！快划，快划！这都到浓雾里面了，怎么也没有变化？再往浓雾深处划。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怎么像迷宫一样？赶快对头！啊！虚主，我乃天光墟虚主，在此奉劝二位，忘川之河恰如苦海，回头是岸方为上策。你是天光墟的虚主，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凭什么把我们拘留在这儿？现在我们要离开，放我们走。你要知道，将你困在此地的人不是我，而是这时间裂缝。天光墟之所以为时间裂缝，是因为此地连通着各个时空，不同时空的人若一时无法回去，是因为时空的出入口关闭。但时空出入口的运行，就和这雾起雾散一般变幻莫测，连我也无法准确推测。
你所在世界的大门何时再次开启，无人知晓。我想去到他的时代，和他一块儿生活。在这里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。我不想和他分开，难道我有错吗？我想和他永远在一起，难道不可以吗？你说在此地，有情人不知下一瞬是否会分离。那么在你的世界呢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这里与每个世界并无二致，你还不懂吗？我不懂，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没有，只能把每一瞬当做最后一瞬。阿峰，你不要难过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分开前的每时每刻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本来来到此地便是意料之外，能够遇见你，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。所以，何不把我们在一起的每一瞬，都当作是恩赐？你记住，这把刀是用来雕琢这世上最温润的美玉。我相信你，一定可以用它雕刻出最精美的佳品。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？应该是的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天光墟的那个人，挟持我的那个人。那个时候他蒙着面，所以你不认识他。不过，他怎么看起来老了那么多？天光墟里时间是静止的，他出来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变化，想必他已经出来10几年了吧？原来如此，弄得这么浪漫。你说他会不会把天光墟里的女朋友带出来了？陆枫，娜娜，哎呀，穿的真好看啊！来坐。这不是天光墟那个女人啊，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？好像就是那个网红娜娜，她居然会在这里。娜娜，那个网红很红的，他们两个怎么是一对儿啊？真是看不出来。我也看不出来你这么八卦。这是松露鹅肝，2位请慢用。这家餐厅挺难订的，这么有心啊？你说过你喜欢这家餐厅的松露料理，那再难订我也要满足你啊！那我试试。快尝尝。我明天有个个展，你会来的吧？我最希望的，就是我身边能够站你。是吗？我陆大艺术家身边缺我一个吗？我不信。娜娜，可能你觉得我认识很多人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你知道，做我们这行的虚伪逢迎多了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渣男！哎呀，
我又没说我不去。别光顾着玩手机了。来 ，cheers。我也来尝尝。这不是给我发的吧？明天见。要是再不见面的话，我会想你的。这不是我编辑的，一定是我的助理。是群发的吧？总共发了多少人？安娜，我下次会让他们注意的。你的助理可真了解你啊！这，松了不新鲜，我吃不下了，先走了。娜娜，娜娜，这就把人给气走了。那我们，娜娜，娜娜，你听我说嘛，娜娜，娜娜，你听我解释。别碰我！你要是真想回去的话，坐我车。我自己讲。娜娜，你这次真的是误会我了。我这次各站我们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，他们之所以会发这样的微信，也是为了能够到场支持我的嘉宾能够更多一点。他们我都是群发的，只有你是亲自过来邀请，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娜娜，我明天个展你要来啊，开慢点啊，师傅。队长就把单买了，让车过来接我。陆枫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我们在天光墟见过，哪里？我们在河上划船，你还……啊，幸会啊，幸会。我跟我朋友找你有点事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啊，我车到了，我明天还有个个展。这样，你加一下我助理微信，之后我们联系啊。不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陆总赶时间，咱们加个联系方式。不好意思啊。别忘了啊。他怎么看起来像不认识我一样？他肯定不记得你。从天光墟出来的人，记忆会消失。还有这种事啊？天光墟是时间裂缝，严格来说，那里发生的事情不属于任何一个时空。那我也去过天光墟啊，我怎么没失忆啊？你是通过雅舍进去的，跟那些误入天光墟的人不一样。哦，那你说他会联系我们吗？等他联系你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没办法喽。我们这么远来一趟，白来了。那来都来了，就逛逛了。啊？陆先生，您现在的作品风格和早年的作品相差很大，这个是您人生历练的改变呢，还是您向商业妥协的结果？弗朗索瓦·米勒说过，要以崇高的感觉去看待平凡的事物，赋予艺术真正的力量。这个世界的议题非常的复杂，我想以那种超现实的方式来去叙事，并且规避以前传统固化的思维，但又不能和他们对立。是，您说的没错。那您20岁便开始报考国家艺术学院，曾经连续考了5年才考上。那这5年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坚持下来的？ 5年很长吗？我觉得时间啊，只会让我们增加一些焦虑感，营造那种一瞬即逝的贫瘠感。所以我把眼前的这些杂念转化为对生命的影像。谢谢，我的访问结束了，来吧，收工吧。哎，轩轩是吧？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好，加上。那以后有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单独联络我，好吗？小芳，哎呀，开花姐！哎呀，我是大明星，我是刚下飞机就赶过来了。我就是在等你。我知道。你跟我说好带客户，你要记得给我带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啊！哎呀，你的这些作品真的太完美了，
我刚好在郊区买了栋别墅，2楼空出个地方，就想着能放一些你的作品。哎呦，那我真的是太荣幸了。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挑。好啊。3天之内给我一个交代，要么公开，要么分手。开花姐，来，这是我最新创作的一个。陆先生，有位客户在茶室等您，说要见见您。讲没空。这是大客户，这次买了好几件作品，其中包括那一件。抱歉，我今天外面。你们？陆先生贵人事忙，竟然还记得我们2人，难得，先坐吧。我昨天就想联系这位小苏先生，不过你们也知道，今天这个个展太忙，我一宿都没睡。理解。您是一位资深的收藏家，那之前一定经营过艺廊吧？不知道是哪一家呀？雨庄。雨庄，那个收集天下珍品的院子。我认识雨庄的主人于老。于老应该早就不在世上了吧？我的曾祖父是于老的挚友，应该说，我的曾祖父是于老背后出钱的人。那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昨天怠慢2位了。其实我平时不是一个高调的人，只不过我的这位小兄弟实在是太欣赏陆先生的作品了，稍显卖弄，也请您谅解我们求宝若渴的心情。不，这位小苏先生，哎，幸会啊！你脸变得还挺快。对了，我们老板还有一样东西想向你买来着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今天展出的这些作品啊，大多数都已经卖完了，但还有一些未展出的。就这样，哎，把我的目录给我。好，快。您先看看，里面有一些还是很有观赏性的。刚才有位女士一口气就买了4件，她还说在她的别墅里面1层楼放1件，是吗？哎。陆先生真是艺术翘楚，哎，佩服。你的东西我只想要1件，一把刀。刀？听说您有一把无刀，实不相瞒，这是在下一位故友的遗物，你只要把它卖给我，其他的都好说。无刀。陆先生是舍不得割爱，还是真的想不起来了？我想应该是有的。不过我这个仓库里面的东西呢比较多，容2位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回去找找。那这本目录你们先带回去，慢慢看。我外面还有点事，那我就先去忙了。请便。2位好好看看，抱歉啊。还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你看他那个脸色变的。哎，不过你的曾祖父真的是什么雨庄的投资人吗？不是。啊？那你在骗他？我没骗他啊！我是于老的故交。哈。什么舞蹈？这完全没有印象。哎呀！
先生，您看看，是这把吗？我相信你，一定可以用它雕刻出最精美的佳品。这不是阿兰送他的那把刀吗？开个价吧。先生，您帮衬了我那么多，这把无刀不值一提，它不值钱，就当我送给您，我们交个朋友。那我现在便去支付雕塑的钱。这位先生，我下次个展的时候，也希望先生您能赏脸。至于您说的羽装一郎，也希望先生您可以帮我引荐引荐。要是我陆某的作品能在羽装展出的话，那真的是陆某毕生的荣幸。还是希望陆先生专注创作，少些杂念。先生，这边请。请问您怎么支付啊？现金。随我去取吧。好的。你这位老板真的是太有个性了。哎，小苏，附近有个很好的餐馆，我晚上请你们俩一块去吃个便饭，到时候我把娜娜一块叫上。你知道娜娜吧？那位2000万粉丝的女网红，她唱歌真的……那个娜娜小姐是你女朋友吗？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，陆枫。你从天光墟出来失忆了，没问题。你忘了一些事情 ，OK。但是你的人品和你的个性都跟着改变了吗？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？嫌贫爱富、唯利是图，还一只脚踏好几条船，你对得起人家阿兰吗？阿兰，没关系，你根本配不上阿兰。也配不上那把无刀。先生，来，真好看。这个作品和我平时的一些作品非常的不一样，它从它的高度到它的材料，您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风格还是一种视觉的感受，并且可以让大家……怎么了，小伙子？小伙子，这件事呢，我解释，其实他。这是什么？请你解答一下。请问您是否解答这个？这是公司炒作吗？请问这样是炒作吗？这件事您事先知道吗？好好讲。网友扒炒作是我吗？麻烦您正面回复一下。咱们说这个知名艺术家陆某啊，他恰好呢在举办个展的前夜啊，恰好呢约了娜娜去吃饭，又恰好呢你这些雕塑恐怕都要砸手里了。你说这件事情怎么都那么的恰好？与此这些娱乐博主都不用睡觉的吗？网友爆料了啊，他说呢，陆某在和自己交往期间，不停的要求自己呢，利用公关公司的职位帮他预约访问。上杂志，事后才发现啊，他骗自己去出差，实际上呢是陪某集团的女总裁去旅游去了。我的老天鹅呀，这脸皮得比城墙还要厚吧？喂，可豪姐，
陆枫，是陆枫吧？陆枫在这儿，就是他！快快快，放过他！小伙子，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吃个宵夜再走吧。来份蛋炒饭。好嘞。哎，你那炒饭，汤是送的。多来点啊。好。哎，兰姐，还是您做的炒饭好吃。来个勺，慢慢吃。我下次还来啊，兰姐。请问，这里是哪里呀？你刚来啊？啊，此地叫天光墟，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世外桃源吧。天光墟。那我怎么出去啊？你出不去的。为什么出不去？你也看到了，此地常有各朝各代之人误入，但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莫说你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离开。那怎么办？你是不是从一阵浓雾中来到此地？啊，据说浓雾起时，有人会进来，也有人能出去。你可以去试试。哪里有雾啊？你往前走，有条忘川河，你去看看吧。哦，谢谢。站住！你让我上厨房，有人告诉我进到浓雾里我便能出去，你让我过去。雾起之时，自然有人能出去，但那人不是你。为什么不是我？此事由不得你选择。我不信，你把我带到浓雾里。这竹筏只有落霞山庄的客人方能使用。等等，此处水深千尺，恐有性命之虞，你还是请回吧。
回来啦？饿吗？来，趁热吃吧。要辣椒吗？不要了。葱花？也不要。我没有钱。哦，无妨，此地不以钱财交易，而是以物易物。这是？我是个学生，我身上你先赊着吧，反正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，日后再慢慢还。谢谢。别着急，慢慢吃。你来这儿多久啊？此地没有昼夜之分，我也不知道多久了。那你不着急吗？我还要回去准备考试，要是错过了，我又要等下一年。着急也无用，你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在天光墟谋生吧。谋生啊！我一个学生，我怎么谋生啊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这菜刀不经用，常常如此。能让我看看吗？哦。啊，这个损位不合适，你有小刀吗？小刀？这个行吗？可以。你这小刀还挺好用的。当然了，这空无刀是我娘家传家之物，由玄铁打成，不必磨刀也能保持锋利的，厉害吧？好了。好了。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是个木匠。我主修的，在我们那儿称为雕塑。雕塑？何为雕塑啊？就这个木头人，然后你把泥土往上抹，然后抹完之后，然后用刀啊把它雕刻成一个作品。那这样，你有纸和笔吗？哦，有。我用一下。这行吗？我看看。可以。好了，那这是你，这是我，对，竟然还有这种画法，没见过。我们那儿的艺术主要就是讲究透视和立体，还有这个光影。透视和立体。不过我嘛，就属于那种没有天赋的，画的不好。你画的很好，你手也巧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最好的画家也未必有你的功力，你不要妄自菲薄。至少你在天光墟不会挨饿了。我认识你，我就不会挨饿了。你做这个炒饭是我吃到现在最好吃的。那是因为你饿了。不过，我也得要去找一些工作了，总不见得老在你这儿赊账吧？无妨，你慢慢想，总会找到事做的。老板，
哎，来份炒饭。好，你先吃。嗯。老样子，多加葱，多加辣。对。阿兰，可以帮我续下这盒子吗？这里坏了，我可以修。那这些菜给你。行，那我修好了给你送过去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阿兰。我今天还能吃你炒的炒饭吗？好啊。我做好给你拿过来。嗯。这是什么？你怎么想起做这个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，反正现在有时间嘛，那就当练练手了。我出去之后也不打算再学这个了。为何？我考试考了这么多次，都没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，说明我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。出去随便找个工作，这辈子这样算了。可是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就这样放弃，太可惜了吧？也没有付出很多，就几年考试的时间而已。我若是你，我会再试试。几年时间看似很长，但对于漫漫人生来说，却并不算多。与其放弃，倒不如放手一搏，免得日后后悔。你只是付出了几年，我娘为了我，却付出了一辈子。阿兰，你从来没和我说过你以前的事情。我家世代是厨子，但是我娘不愿意我在酒楼里混迹，她希望我能进王府，成为最好的私厨。为了送我进王府，娘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最后积劳成疾，去世了。结果我也不争气，好不容易进了王府没几日，却在后山迷了路，穿过大雾，就来到了此地。
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去。阿兰，要是你想离开，我会帮你；要是你想留下，我也会陪着你。如果你出去了，我就和你一块儿走。我们偷一个竹筏，划到河中的浓雾里，这样我们就能离开了。可是那竹筏上都有守卫的。这个地方真不错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跟着我机会再来，让我再多看两眼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别吓唬我呀！赶紧打120吧！我记得，他就是那个陆枫。病人胃穿孔封闭送医，徐医生正在准备手术。BP 多少 ？BP 80/47，需要60。去弄治麻醉。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只能把每一睡当做最后一睡。对不起，被带出去。没关系的。若你贪恋此地，便会忘记那如水之冰刀，胜雪之屋檐。若你留在睡梦中，便只落得凋尽的春华，满屋的萧瑟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阿兰。这信息这么模糊，连个地点都没有，怎么找嘛？今天不开门，你改天再来吧。是我。
打扰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陆枫。记得，当然记得。陆先生，有事吗？老板，我之前送您的那把无刀，你改变主意了？不，既然都已经送出去了，我就没有想过要拿回来。我只是想来告诉你，这把无刀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人送我的，相当于我们的定情信物。进来喝杯茶吧。请坐。老板，我记起了天光墟里的事，我也记得他，小苏先生。我之前绑架过你，对不起啊。而且我也知道，从天光墟里出来的人，会消失那部分的记忆，但你们两位显然没有，那说明你们是天光墟的常客。我这么理解，合理吗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妙之所，大多都不切实际，不如把它当成一场梦。这不是梦，阿兰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有了他的鼓励、支持和照顾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既然已经名利双收了，为何还要执迷过往呢？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。之前的我就是个混蛋，我已经把我的财产都捐了，只留下乡下一个小小的工作室。我现在一心只想要创作，但我有个心愿，我想要再见一面阿兰，一面就行。他是古代人，你是现代人，你们不可能再见了。既然你们是天光墟的常客，就一定有自由进入天光墟的办法。我求你，我求你再让我见一面阿兰。不可能。哎，我想起来，那个阿兰身上是不是也有一把刀，跟无刀很像？那是坤刀，是阿兰的家传之宝。他把无刀给了我，当做我俩的定情信物。那就是说，那个坤刀现在还是很有可能在阿兰身上哦。你知道他全名叫什么吗？夏泽兰。那，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你知道他生活在哪个朝代、什么地方吗？庆隆年间，临安城广宁府。徐州给的线索，恰好查了物主，而且时间地点又对得上，我们带他去肯定没什么坏处，说不定还更好说话。老板，我知道你们两位不是普通人，不想让我知道很多秘密，但我对你们这些真的不感兴趣。我就想要见一面阿兰。我知道您有顾虑，我也大概能够猜到您顾虑些什么，但请您相信我。让我见一面阿兰，一面就行，我远远的看他一眼就够了。况且，他现在应该也不记得我了。你看，那个阿兰从天光墟出来之后，肯定也失忆了嘛，所以像上次那种绑架、私奔的戏码也不存在了。他也说了，就是远远的看一眼，不做什么事，所以也不会改变什么。看他那种性格，如果我们不带他去，他肯定不死心啊，他就会在外面到处乱打听，说不定到时候天光墟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，那多麻烦。老板，我求你让我见一面阿兰，我此生就已经别无所求了。
好吧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能改变历史，不准改变他人的人生轨迹，不准在过去留下任何痕迹。你没来过这儿，事后也不要向任何人提起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超乎你的认知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还有，你要明白，你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粒沙，微乎其微。我既然可以让你回到过去，就有办法让你忘掉一切，忘掉你的夏泽兰。到时你可真就是一无所有了。明白，我明白。多谢老板。斯北洛。我先带你去超越一下你现在的认知。走走走走走。我告诉你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动，不然你以后就会后悔，后悔莫及的那种。哦。这天气，昨夜我跌了一个鸡蛋，正好呀落在门前的石板路上，哎，滋滋冒烟，这当下就8成熟了。可不，别说路面煎蛋了，这大热天的，在这后厨里做事儿，我呀就好比那蒸里的大白馒头。哎呀，你这冰块怎么没加呀？不是我啊，这怎么办呀？副司厨，副司厨。怎么了？不重要的东西，现在就等着猪肚下锅了，哪里还来得及再去买？这可是夫人爱喝的汤，老爷要是怪罪下来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承担得起吗？我昨夜肚子疼，早回去了。好啊，敢顶嘴！等到把你赶出府去，卖到青楼，我看你还嘴硬。怎么回事？夏司厨，夏司厨，你们都忙去吧。是啊。夏姑娘，这崔丫头忘记放冰块，猪肚坏了，不能再用了。这夫人指定的猪肚汤一直找不到新鲜的食材。事已至此，责怪推脱都于事无补，只能想其他的法子。是。小翠，捉条鱼。小翠，你来盛。都别看了，别的菜不做了吗？是。你留一下。若是为了面子，你大可不必，骗不过明眼人，到时候还要让小的们看笑话。
夏姑娘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我早就单独跟你说过，昨儿我要出去进货办事儿，整个后厨就剩下你一个盯事的。你不出声也就算了，你何必要欺负小翠？谁叫这丫头她肚子疼呢？肚子疼？是怎么肚子疼？还不是你不让她准时吃饭，饭都馊了。你是副司厨，是府里的老人儿，此事下不为例，知道吗？是。去忙吧。快给夫人送过去吧。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夏司厨，是老爷要的猪肚汤，这临时改了鱼汤，我们都害怕老爷和夫人怪罪下来。那好吧，我去。姐姐，喝茶。夫人请用膳，汤品需趁热饮，凉了有腥气，孕妇恐怕不喜。端上来吧。奴婢有新丧在身，不便上前。节哀顺变，你也有孕在身，我不介意这些，你靠近一些。是。我来看看，看看今日厨房又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哇，好香的鱼汤！我来替姐姐尝善试毒。什么尝善试毒？你就是贪嘴嘛！你这样怎么能瘦得下来？姐姐，绝顶美味，娘子真是好手艺。鲜美至此，就算是有毒，我都愿意喝。这汤是你做的？回夫人，正是。喝汤，姐姐。不愧是私厨，厨艺果然不凡。以后你做的菜，给他也送一份。轩儿每年夏天都会到我们府上避暑，今年的临安城格外的炎热，轩儿又贪凉，身体呢又易寒，不像我，有了身孕，这身体燥热得很。你们后厨可不要由着他乱吃东西。是，姐姐。记得给夏司厨一些赏银。是。你厨艺超群，优秀外慧中，只可叹夫君新丧，各种艰辛必难为外人所道。为了你未出世的孩子，多储蓄些钱银，对以后呢有用处。多谢夫人。天热，姐姐再喝个冰茶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带走！哎，等等，为什么带我走？滚！爱妻，还有我的孩子，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姐姐。
吓死主刀！你这个贱人，害死我爱妻！我今天定让你血债血偿！夫人怎会？老爷，夫人对奴婢有恩，奴婢怎会加害于夫人？请大人明察。夫人同食了甘草与鲤鱼，2种食材相冲，轻则中毒，重则死亡。夫人本就体弱，故中毒而亡。甘草？近日夫人中热暑，因甘草茶调理，厨房怎会不知？并未有人告知。为何是李玉堂？为何是李玉堂？我明明说过要炖的是猪肚汤。老爷确实要的是猪肚汤，是下四处换的鲤鱼汤。可能是因为猪肚腐坏，才不得已而为之。是谁让猪肚腐坏的呢？厨娘们都在现场，都可以作证。你们说，是谁换的鲤鱼汤？说呀！说呀！是谁自吃过？老爷，果然是你有意加害。把他给我拉下去，杖毙！老爷，我是被冤枉的，老爷，冤枉，我是被冤枉的，老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不要，我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放开我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放开我！这坤刀在这荷花池中，不会吧？坤刀是阿兰的家传之物，他看得比他命还重要，绝对不可能离身的。难道阿兰葬身于此？陆枫，我去帮他。陆枫，阿兰，你冷静点，放开我！阿兰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帮你一起找。等一下，这就是坤刀。坤刀在，阿兰却不在。碧芝，你接着刀，我把他拉上来。行了。哎，你别过来！大半夜的，3个大男人在这里鬼鬼祟祟的找一把刀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现在大叫一声，就会立刻引来大半侍卫。广陵府中高手如云，到时候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你说的对，谁都别想活着离开。大半夜的，一个姑娘家，独自一人在广陵府遇到我们3个鬼鬼祟祟的歹人，却并未大叫。你又在怕什么？你的包袱里装的什么？我……后院夜间有人巡逻，先借一步说话。哎，水你们2个也赶紧上来，别扑腾了。这个水这么浅，阿兰不可能在里面，先上去。姑娘，我们3个并不是坏人，你不用担心。至于你是什么人，
我们也不在乎。请把刀还给我。我知道你们并非坏人，府里那么多金银珠宝，你们不去偷，却要来偷这把小破刀子，肯定有你们的原因。但与我无关，只要你们帮我一个小忙，我保证这把刀就还给你们，绝不声张。你想让我们怎么帮你？我自幼便来了这府中当诗人，如今得知双亲病危，不知还有多少时日，指望今生今世还能再见爹娘一面。行了行了，是不是就想让我们帮你离开广陵府？不止离府，是离开临安城。临安城中，广陵府势力强大，守城之人几乎都被他们买通。府内的人就算逃得出府，也逃不出城。所以，我要你们帮我。姑娘，你这儿有没有一个同事叫夏泽兰？夏天的夏，沼泽的泽，兰花的兰。同事，你这人说话好奇怪。夏泽兰，不认识。那你再帮我想一想，她是做后厨的，她是个厨娘。哎呀，我说了不认识便是不认识。姑娘，就当我求求你了。那你再帮我想一想，我这个荷花池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孩，然后坠湖？啊，她很年轻，很漂亮，喜欢穿着绿色的衣服。你再帮我想一想，我求求你了啊！一入侯门深似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。进了府就别想出去，除非……哎，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小姑娘在家里说话别那么难听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一句话，你们帮不帮我？帮。真的？可是现在我们迷路了，府上有这么多护卫，我们带不动你。放心，这个我收，跟我来。先出去。找不着了吗？啊，能找到，能找到。快快快！你真是神来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你们呀，就是运气好遇到我。小路绕到后门出，这是最快也是最安全的路线了。干什么？都是人。你不是说你很熟吗？我们真的很幸运啊，遇到这么多侍卫。你别急嘛，再等等。等什么呀？哎，总之等就对了，别说话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那边，快来人呐！等的就是现在，走。哎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离你们多低点，太高了。终于出来了，阿金的法子果然有用。阿金是谁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就是刚刚喊走水的那个人。你倒是精心策划很久，你就不怕他遭罪？你们不如先好好想一想，怎么把我从城门运出去。我可警告你们啊，若是被守城的士兵发现，那可是死罪。这丫鬟的脾气都这么不好吗？前面就是城门了，我们真的没事吗？我们是来临安城做生意的商人，能有什么事儿？郡主，老爷为你置办了许多嫁妆，您不看看吗？那您至少喝口水吧，你都几日没吃东西了，奴婢不好向老夫人交代。阿金呢？阿金她……她怎么了？她是我的侍女，是我命令她帮我的，罪不在她。何必赶尽杀绝？您还是喝点茶吧。可以了吗？
能走了吗？别动这会儿。是。什么人？他们没死，只是昏过去了。郡主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竟然不忘承诺，真的赶回来救我了。没想到最可靠的人，竟然是你们几个贼人。打住啊！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们几个可不是什么贼人。别聊了，郡主，我们快走吧。多谢。看得出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明明都已经安全逃脱，还肯冒险回来救我，我已然很感动了。但我已经害死了阿金，不能再害你们，所以你们赶快走吧。不行，我们一起走。你们还记得去往后门的路吗？我去帮你们把守卫引开。是不是？快，来人！被发现了，怎么办？来人！快来人！快，这边，在那儿！快，在那儿！这边！快！那是谁啊？他好像在叫我们跟他一起走。这边，快走！这儿前还有个门。来，郡主，我们来吧。来，一起搬开。多谢。走。他一路都不说话，是不是不会说话？难不成是个哑巴？他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宫广令夫炒的茶，就是您炒制的，对吗？多谢。原
来，这些年我案头的茶花，都是他送来的。郡主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自幼不爱其他花卉，独爱这茶花。可惜府内的花匠培育不出来这么美丽的茶花。直到数年前，我的案头每日都有一束新鲜的茶花，朵朵饱满灵动。我曾想，即便这个家就像牢笼一般将我困住，即便我的亲人从未真正的关心过，可是那一束茶花，至少还带给我一丝家的温情，至少还有人在意我真正喜欢什么。只是想不到，这唯一的一丝温情，竟是来自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实在讽刺。谢谢。那我不客气了，多谢。谢谢。多谢。等等。你是夏泽兰？我到死都不会忘记你炒饭的味道。我是陆枫啊。那个在天光墟，你为我做炒饭，我们一起摆摊，我们一起在忘川边生活的陆枫啊。他从天光墟出来，不记得这些，你不要吓到他，陆枫。阿兰，你真的忘记我了吗？我是陆枫啊，我是那个被你照顾过、鼓励过的陆枫啊。阿兰，阿兰，阿兰，哎，你会吓到他的。阿兰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去找郎中。不要去。他不是哑巴。郡主，肚皮的身子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好不了了。都是郡主年轻，好不容易掏出来，千万不要再落入虎口。不行，我认识临安城里最好的郎中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你。慢点，慢点，你先和他坐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阿兰，郡主，请你留下。奴婢还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，要不然奴婢就怕来不及了。奴婢？您为何要自称奴婢？就算您是与我府中做生意之人，也不必如此自称的。
其实是广陵府的一名私厨，但因为犯了事，差点被杖毙。也就是那一夜，我腹中的孩儿救了我。好。喝点水吧。我的孩子呢？夏姑娘，你莫要伤心。你的孩子没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昨夜他还在踢我的肚子。老爷大发慈悲，饶你性命。一会儿会有人带你走，去南疆服役。南疆虽蛮荒，但至少你不会死。快点，我跟上！走了，没死就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别打了，他是老人家，腿脚本就不便，你打他如何起得来？哎呀，小娘们儿，嘴挺硬啊，那你扶他走，扶啊，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儿，走，快走！你们前面看什么看？快点啊！姑娘，你不要管我，我是走不出去。坚持住，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。一开始我还坚持做私厨的尊严，非主食不吃，非礼权不饮。但是我低估了南疆的寒苦，到最后我被逼的要吃树根子、
树叶子，还有死老鼠。我们从夏日走到冬日，那一夜还下了大雪。他死了！起来！痛死了，算他解脱了。不能吃。此地常年瘴气郁结，民疾成伤有毒，不能吃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毒在病之中。鲤鱼跟甘草，并不足以致命，而致命的是夫人身边之人。而我只是一个替罪羊。广陵夫人是被亲妹妹害死的，那便是广陵季夫人。她害死了我祖母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她如此道貌岸然，连亲姐姐都害，何况是我？你这些年原来过得这么苦啊！离开时，我想，我就这么死在路上就算了。但是也许我命不该绝，就这样，我在南疆一待，就待了许多年。南疆山里常年都是瘴气萦绕，我这已经是落下了病根子，好不了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一年，君王大赦，我终于回到了临安。物是人非，我也已经是一副苍老的模样。心如死灰的我，只想再看一眼曾经生活过的广陵府。我都说了我不想去，为何非要逼我见那个什么世子啊？不需要。不知怎的，我第一眼见到郡主，便觉得郡主与我似乎有着某种联系。为证实我的想法，我跟着马车来到了酒楼。哎，您这边请，欢迎下次光临。
你别抢，别抢，你别抢。这只鸭子贵客们不吃，你们把它分了吧。姑娘，姑娘，这么好的鸭子，为什么要丢掉啊？广陵府的客人们不吃，说是郡主体质湿寒，不吃鸭子，否则会生癣子。刚刚那个管事的还把我骂了一顿。这个孩子跟我的体寒一样，只要吃了鸭子，他浑身就会长癣子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心中一直都有一个疑惑。我终于找到当年好心给我1碗水的那个丫鬟，跪在她的门外，她也看我是个可怜人，终于给我道出了实情。其实我当年，我那个孩儿并没有死的，相反，还被他们抢了去，替代了广陵夫人，他胎死腹中的孩儿。人怎么样？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你看这孩子，给我做什么？害死姐姐之人的骨肉，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，还不快处理了！怎么会有孩子的啼哭声？孩子，这是我和夫人的孩子。姐夫，这孩子他不是……他是，不，这就是我的孩子，他没有死，这就是我和我夫人的骨肉啊！姐夫说的是，既如此，轩儿愿意代替姐姐照顾这孩子。后来，我也是慢慢弄清楚，我不在临安这些年，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原来轩儿成了季夫人，她也有了自己的子嗣，也就是郡主的叔父。可怜我那个儿子，就变成季夫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等老王爷走了没几年，我那个年轻的孩儿也就英年早逝了。所幸，他留下了唯一的血脉，唯一的亲生骨肉，就是郡主你呀。来，了解这一切之后，我便知道，如果季夫人知晓我还活着，我肯定是性命不保的。所以，我只能装作哑巴，来跟广陵府做炒茶的生意。我为的，就是能偶尔的、远远的看一下我的小郡主，我的小孙女。所以，您是我的祖母。这些年我饮的茶，我案前的茶话，都是您的。孩子，祖母没有用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只能每天送一束好看的花，
谢谢您。如果不是您的那一束花，我根本就撑不到现在的。傻孩子，是祖母要谢谢你。我要不是那天在广陵府外看到你，我根本就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。是你让我活下来，我告诉自己，我必须活下来。我要活到看到你长大成人，看到你出嫁成婚之日，祖母也就死而无憾了。但是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居然这样对待你。孩子，你不能回去，你千万不能回去，永远都不要回去，知道吗？祖母，阿兰，先让阿兰躺下来。祖母，你出去吧，让我歇歇就好，让我歇歇就好。我来，我照顾他便好。来，祖母把被子盖上。我的乖孙女，乖。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来到了夏泽兰的晚年。老板，哎，你快起来！快起来！我求求你，让我多陪陪阿兰。坤道都已经找到了，阿兰的命太苦了，我不忍心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你先起来。对啊，还有燕荣郡主，他们都没有脱离危险，我们不能一走了之。谢谢。你们走吧，带着嫣容离开这里。我姨父老病残躯，就让我自生自灭。不要理我这个老婆子。阿兰，人活一世，总要有个念想。要是你知道有个人，不管你们在一块儿，还是分开，不管你走过怎样的道路，他总是惦记着你，那这一世，是不是也算没白活呢？我们往那儿。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居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处所在啊！这里很像我们之前住过很长时间的那个地方，叫忘川。那里有水，有花，连叶子都是红红的。
天边有一抹无法消散的晚霞。你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梦境吧？也许真的是个梦境吧。阿兰，以前的你，即使知道我们要分离，你也都是笑着面对。天光墟里的人跟我说过，在天光墟的每一次相遇，都像一句诗：灯生阳碎火，尘散鲤鱼风。而你却偏偏不这么认为。你说：“何以至其阔？绕腕双跳脱。”气是和的意思，阔是离的意思。无论相聚还是分离，有了这双跳脱，对我而言，便是与子偕老的承诺了。要是有一天，我终将离开天光墟，我希望自己至少不会忘记你。你不忘记我，便会疑惑，会挂念。有了执念，未来的日子便很难走下去。阿峰，你答应我，即便将来我们天各一方，身边有了其他人，只要曾经有缘相遇同行，一世无怨无悔。这双跳脱，是我来的时候特意为你做的。我能不能给你？赤气阔，绕腕双跳脱。你们回来啦！哦，夏婆婆，你这是？快来吃饭吧。阿兰今天好多了，别傻站着，快过来吃饭。那太好了。我好饿。来坐下。我这里没有什么好的食材，就地取材，你们多吃点啊。已经很丰盛了。来，吃啊！谢谢祖母。你也多吃。祖母手艺真没得说，真的。祖母好开心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去后面拿点调料。啊，慢慢吃。
真没想到，今天阿兰精神这么好，做这么多好菜。是啊，这个菜火候炒得好好，连我尝尝。嗯，谢谢。如果以后能天天吃到祖母的饭就好了。夏伯伯忙活了一天吗？嗯，都为了给我们做这顿。我先吃，我去看一下他。嗯。阿兰，阿兰，你怎么了？祖母，祖母。答应我，一定要把蓉儿带走，离开这里，好吗？祖母，我答应你。为什么你要走在我前面？我好不容易来到这儿，我终于有找到你，现在你又……没有关系，我都想起来了。终于答祖母，祖母。阿兰。老板，谢谢你让我再见到阿兰。你也帮我找回了我要的东西，同样感谢你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阿兰都已经走了，我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找个地方，安安静静的过完这一辈子吧。他这一生能够再见到你，我相信他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。对啊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能有过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你们放心吧，这次的经历，我不会和任何人说的。那就请陆先生多保重了。
潜心创作，多一些好的作品。多谢。近日，一位村民在自家的宅基地中挖掘出了一对造型独特的翠玉手镯，他立刻电话通知了相关部门。经过文物专家的现场查看以及初步的判断，这对翠玉手镯可能来自于庆隆年间。然而周边并无大型古墓，所以手镯的主人身份未详。但是手镯的造型非常罕见，在当地尚属首次发现。专家认为，这对翠玉手镯的制作工艺对于当时的工业技术来讲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，可谓是巧夺天工，独具匠心。更有专家分析，这对手镯出现在这片区域是由于商贾贸易的往来。至于从何地而来，专家将会进行后续的分析和研究。阿兰，阿兰，我最近是不是太脆弱了？我老是把自己灌醉，我太想你了。你还记得我，那便很好。既然你已经回到你原本的世界，那便应当好好生活下去。可我，阿峰，我已经实现了我的理想，我成为了私厨，我这一生都没有遗憾。你呢？有实现你的抱负吗？
答应我，认认真真的走完你的一生，像我一样。阿兰，答应我，认认真真的走完你的一生，像我一样。